这期影片你可能会发现12个你可能还不知道的 Canva 使用技巧。我会在影片里面展示给你一些 Canva 最近新出的功能，还有一些隐藏的工具。我希望你一定要认真看完这期影片。Hi， 我是 Grayson， 这频道主要是分享关于 YouTube 频道运营、流量变现以及网络创业内容。我每周会分享3部影片，所以要记得订阅我频道。如果你还没有 Canva 账户，你可以通过影片下方链接去进入到这个页面里面。Canva 是能够让你免费的使用的，但是我更建议大家去使用 Canva Pro 的版本，因为它会提供给你更多的功能、更多的元素、更多的素材。首先第一个功能就是文档分开下载。当你使用 Canva 的大量建立功能的时候，你就可以看到我这里面创建出了非常多的文档。你可以看到这里面总共会有52个文档，每个文档都是不一样的，我需要分开的下载。现在 Canva 有一个非常方便的功能，就是能够让你分别下载这些文档。我可以选择右上角分享，然后选下载。这里面你可以选择一个文档格式，我就选择 MP4 影片格式。如果你是 Canva Pro 的用户，你可以提高影片的品质。然后在底下你要选择页面。假如说你想单独选择几个页面，你可以首先取消勾选这个选项。现在你可以选择你想要下载页面了。比如说我在这边选择下载第1到5页，然后选择完成。然后底下的这个功能就是我们今天要讲到的功能，以个别文档形式去下载页面。这功能它是 Canva Pro 才能使用的。我勾选一下，然后选择下载，然后这是我下载好的文档。它首先是 zip 格式的，我可以把它打开，然后有一个文件夹，这边你可以看到它就分开下载了。然后这是我打开文档的样子，你可以马上去使用。下一个功能就是 logo 替换。我需要来到 Canva 的首页上面，然后选择品牌，然后选择包含了你想要替换 logo 的品牌工具组。我选这个工具组，这里面选择你想要替换的 logo， 比如说选择 logo， 然后点击这个3个点标志，然后选择在各设计中取代，它就会查到有包含这个 logo 所有的设计。你可以选择你想要替换 logo 的设计，比如说选择全部，然后选择继续。这里面你可以选择你想要替换成什么样的 logo， 你可以选择新增一个新的 logo， 或者是选择一个另外的 logo， 比如说我这里面上传另外一个白色 logo， 我选这 logo。然后底下它会显示，我会把这黑色 logo 去变换成一个白色 logo， 然后选预览，这里面就可以找到它就变成一个白色 logo 了。然后选择取代2个设计，在右下角会提示给你已经取代2个设计了，然后这是它们的样子，你可以选择开启，就可以看到它现在就是一个白色的 logo 了，之前是黑色的，所以这能够让你快速的去替换你的品牌，特别是当你在很多设计里面都使用了相同 logo， 然后你之后想替代一下，你就可以使用这样的功能。下一个功能就是在线条上面去加入文字，比如说这里面我有创建一个图，为了展示这个流程图，我需要在这线条上面去加入文字，但假如说我移动这文字的时候，我这上面的字它是不会移动的，我需要去手动的调整，所以我们就可以使用 Canva 新增这样的功能，可以让线条上面去加入文字。比如说这里面我复制了一份，我可以双击这个箭头，你就可以看到这里面就能够让我新增文字了。我可以输入是，然后这里面输入不是，然后可以调整一下这文字的任何形式，比如说把它变成白色，现在你可以看到它就变白色了，这也是能够变白色的。这样我移动这文字的时候，它也跟着移动了，所以这是一个非常方便的功能。下一个功能就是轴线制作，我还是使用这模板，比如说这个箭头它直线的，我想要变成轴线，我可以选这个线条类型，然后选这轴线，就可以看到它就变成了一个轴线的形式。然后这也是我能够随意调整的，调整它弧度，每个段落都是可以的。然后在这上面我也可以双击，也可以看到我能够新增文字，所以在你制作线图的时候就更加有灵活性了。接下来介绍一个功能，就是在 Canva 里面你可以任意的编辑 PDF 文档。我们在很多时候都需要编辑一下 PDF 文档，对里面的一些文字进行修改，在 Canva 里面就能让你非常容易做到。首先需要来到 Canva 的首页上面，然后选择上传，这里面选择要上传一个 PDF 文档。现在上传一个 PDF 文档了，我可以把它打开，然后你可以看到这些里面的文字信息我都是能够修改的，我可以进行任何的编辑，然后图片也是我能够挪动，
或者对它进行消除或者替换都是可以的。所以这个功能真的非常的方便。接下来展示给大家一个 Canva 使用技巧，就是简报里面的元素依次展示。很多人都有使用 Canva 的简报功能去制作简报，去展示简报，我也是一样。但是我发现 Canva 的简报里面它缺少一个非常重要的功能，那就是当我有好几个要点要依次展示的时候，它是没有直接的这样功能的。但是我发现了一个另外的方法，可以使用 Canva 现有的功能去达到这个效果。比如在这里面我有3个要点，我需要让它们依次出现。我需要首先对每个要点进行群组，然后我需要首先选择第3个要点，然后选择动画，这里面也可以选择一个动画效果，例如说我选择一个平移效果，它是这样展示的。然后动画我要选择进入时，然后就完成了一个动画的设置。然后需要来到底下去选择这个3个点标志，选择复制一页。这个时候我需要选择第1页，然后去除掉这第3点。然后在第2点的时候给它加入同样的动画，还选择动画选项，选择平移，这里面一定要选择这整体，然后选择平移，还是一样再复制1页。这个时候再选择第1页，删除掉第2个要点，然后选择第1个要点，再加入相同动画。先我来展示一下，这是我的封面，然后第1点出现了，第2点出现了，第3点出现了，这样就可以让你展示出元素依次出现的效果。接下来会展示给你更多 Canva 的使用技巧。不过在之前，如果你喜欢这类型的分享，希望你能够为这部影片点个赞，这是对我的最大鼓励还有支持。使用 Canva 简报的时候，你可以使用很多的快捷键，比如说你可以按住 B， 就可以让你的当前页面进行模糊。当你按住 C 的时候，就可以看到五彩的直线。当你按住 D 的时候，就可以有个打鼓的效果。当你按住 M 的时候，就有一个放下麦克风的效果。当你按住 O 的时候，就有个泡泡的效果；按住 U 的时候，就有个闭幕的效果；你再按一次，就是开幕的效果。如果你想查看一下全部快捷键的菜单，你可以按住 Shift 加上一个问号，在右下角就可以看到所有快捷键的菜单。很多时候我们在简报里面去加入倒计时，在 Canva 里面也是非常容易做到的。比如说想倒计时3分钟，我可以按住数字3，就可以在右上角看到一个倒计时的标志，它是3分钟了。如果想增加，我可以加1，就变4分钟，减1变3分钟，然后可以点击开始去启动，现在就启动了3分钟的倒计时。或者是我想重设，我可以点击这里就重设了。下一个功能还是和倒计时相关的，我可以在倒计时里面去加入一段音乐，这里面是我刚才创建好的倒计时，你可以看到这里面我可以选取音乐，它有不一样的音乐，比如说有集中注意力的音乐、戏剧性的音乐、欢乐轻快的音乐、令人精力充沛的音乐，或者是默认的不播放音乐。比如说我可以选择集中注意力的音乐，我可以选这里播放一下，它就有这样的音乐了。然后你可以选这里去调整音量，调大调小都是可以的。我想最小化这倒计时，你可以选这个减号，它等于消失了，但是如果你再按住3，它还是能够出现。下一个和简报相关的功能就是你可以使用简报的分享遥控器。在我们做简报展示的时候，我们可以使用这个分享遥控器去快速去控制我们简报的变换。我需要首先选择右上角展示简报，然后点击这个展示简报，我可以选择以全屏的模式去展示，然后选择展示简报，在底下有一个选项是显示更多，然后我可以选择第1个选项分享遥控器，这里面就可以使用手机去扫描这二维码，或者是复制这个链接。现在我就扫描这二维码了，它就会打开这个页面，你可以看到它一个左按钮右按钮，比如说按住左按钮，它就回到上一页，再按左就回到上一页，我往右就回到下一页，再往右就回到下一页。然后你可以看到最上面会有便利快捷键，这就是刚才我们展示过的快捷键，比如说这个打鼓的效果，就会有这打鼓的效果了。然后可以按住这个嘘声，让大家安静。大家可以选择这个闭幕的效果，再点击一下可以开幕。下个就是在 Canva 里面，你可以建立自定的动画效果，比如说这里面我有包含2个元素，一个是人，一个是狗。我想要做的动画效果就是这只狗跳到了这个人的面前，我可以选择这只狗，然后选择动画，这上面第1个选项就是建立动画，然后就需要手动的去选择这个跳跃路径，比如说它这样跳的，这样子跳，这样子跳，再跳到它面前，就可以看到它就有一个描绘的路径了。然后可以选择移动样式，它是原始的，是这样的形式，然后可以选择顺滑的，就可以看到它是稍微偏慢的，
或者是稳定的形式。这里面我选择原始的形式，然后你也可以选择是否要让元素去沿着路径进行移动。比如说我打开一下，你就可以看到它是根据路径进行移动了。这需要你的实际情况进行选择。根据我想要描述的效果，我是不需要打开这个功能的。然后你可以选择它的速度，比如说让它更高速一点，它就会更高速，或者把它变得更慢一点，它就会变得更慢。然后底下还有新增的动态效果，比如说旋转，这就稍微不符合了。闪烁、停顿，还有摆动，这也引出了接下来要讲到的功能，就是新增的动画效果。比如说这里面我准备一个月亮元素，然后它背景是一片夜空，我可以选择让它加入一些动画效果。我选动画，这里面有个旋转，你就可以看到它就和这夜空里面进行旋转了。然后它这个效果呢是能够持续一整个片段的，它不是说动画一次就结束了。假如说选择一个基本动画，比如说平移，你看一下它就是一次性的动画，不会持续的。或者说选扬声，它也是一次性的动画。而这个旋转动画，你只要选择了，它就一直能够存在。如果你是 Camera Pro 的用户，你可以调整一下这个动画它的速度，比如说可以让它变得更高速一点，它这种快速的转动。然后你可以选择它转动的方向，这是顺时针的，然后你可以选择让它逆时针的旋转。下一个动画就是闪烁，它也是一个持续的动画，你可以调节它速度。然后第三个就是停顿，这也是能够调整它强度的，可以让它变更强一些，它停顿的更厉害了。然后这是扭摆，也是能够调整它强度的，这就扭摆的更厉害了。然后这四种的新增动态效果，它们是能够互相重叠的。比如说想选择旋转，这是第一种动态效果，然后再选择闪烁，那么它就能够做到边旋转的时候边闪烁。如果想再增加第三种效果停顿，你可以看到就边旋转边闪烁边停顿了。如果想了解更多关于 Canva 教程，你可以看这个播放列表。如果你觉得这期影片对你有帮助，希望能这部影片点个赞，一定要记得订阅我频道，了解更多关于 Canva 内容，追踪 IG 能够有更多互动。我们下期片再见，拜拜。